不知为何，魏无羡总觉得有些不安稳，左眼皮断断续续跳一整天了。听老一辈人说，左眼跳福，右眼跳灾。他向来不信邪，此次却难得有些在意，直觉将有大事发生，不知好坏，也不可不防。如此想着，当天他便没心没肺地领着一班新拜的小弟背着江城玩了半宿，直至丑时将近，身上着实疲惫了，才不舍得回了房。将鞋一蹬，随手扯了衣裳，仅着一件白色里衣，爬上床榻滚了几圈，正待睡去，眼皮却又不觉跳了起来。他抬手捂眼，却懒得再起身，连眼睛都睁不开，暗揉一阵，正待睡去，忽觉身下一空。魏无羡大惊，射日之争才过不久，岐山温氏余孽尚未肃清，在这之前他于战场之上风头太盛，因此近日来也防备得紧，生怕战争结束，自己为光荣的战死沙场，却败在小人手中。没想到千防万防，最终还是着了道。如今陈情不在身，也不知对方用的什么阴招。一瞬间，魏无羡脑中思虑万千，失重感袭来，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地，该如何应对。谁想还未来得及思考，便直砸入一人怀中，只听一声闷哼，两只手握住了他的腰。不管怎么样，叫就对了。魏无羡已笃定此地乃是敌军内部，他也向来大胆豪放，叫出来便是，不至于为旁人的耳朵着想而憋坏了自己。再者，若是动静大点，能将此地暴露最好不过，虽说这条希望极其渺茫。最初那一伞过后，那两只手的主人似乎也受到了惊吓，力道一松，魏无羡便顺势滚入柔软的床褥中。他迅速睁眼，晕晕乎乎间虽未看清人，却认准了门，准备四肢并用地爬过去。下了床榻，魏无羡正待要跑，身后却传来一阵低沉的男音：魏婴。这声音过于熟悉，魏无羡记得战时还与他吵了一架，当时两人不欢而散。细细算来，已经几月有余，如今怎么？魏无羡贴着门，一摸腰侧，陈情也不在身边，以为蓝忘机使了什么秘法，将他这个邪魔外道换来就地正法的，心中慌乱不堪。魏无羡紧张道：蓝湛，你为何在此？不对，我怎么来的？此时已过丑时，蓝忘机往日都是亥时歇下，睡得正熟之际，猛地被一人砸中，也回不过神来。待一阵慌乱过后，再看清来人是谁，又是一阵眩晕。因此待魏无羡质问时，蓝忘机未能及时回答。两人僵持一阵，蓝忘机道：魏婴，你……正在此时，屋外忽地传来阵阵足音。蓝启仁今日也是按照家规，及早歇下了的。云深不知处，不比莲花坞，白日便是寂静无比，除却悠悠钟鸣，便只剩鱼虫走兽之声。夜间更甚，堪堪几名弟子夜巡，也从未有人交头接耳，多说半句废话。是以魏无羡那一声吼得极为响亮，加之云深不知处地处深山之中，空旷无比，回音更是嘹亮。天时地利人和，此时的蓝氏该醒的不该醒的也全都起身下榻，循着那声音来源而去。摸索不久，便探到了韩光君的净室门前。这么大的动静，却未见韩光君起身，竟是黑漆漆的一片，他们也不好硬闯。不过片刻，只听一陌生男子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：你先别动。语气慌乱不已，似是受了谁的欺负。蓝启仁身形一僵，这声音异常耳熟啊！他不再犹豫，开门。几名弟子也好奇净室内到底是怎么一番景象，又忧心韩光君安危，得了命令，施术硬闯了进去。方才尖叫的男音再度响起，蓝启仁立于门口，望着净室呆立许久，被突然撞开的门拍得一个踉跄，倒地不起，姿势怪异，眼含泪光，衣衫不整的魏无羡有点尴尬。他身旁同样衣衫不整的蓝忘机愣住了。屋内似乎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之事的两人，与屋外以蓝启仁为首的蓝氏众门生对视片刻，魏无羡冷静地爬起来，顺势理了理身上那仅有的一层中衣。魏无羡道：蓝老先生，您听我解释。蓝启仁面无表情地点点头：好，你解释。魏无羡彻底说不出话来了。他也是一头雾水，那句话不过客套而已，随意一说罢了。
魏无羡再扭头看向蓝忘机，无缘无故于深夜降落他的死对头韩光君的床榻，这事儿若说与这人没有一点关系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可见蓝忘机脸上那显而易见的惊愕，还有蓝启仁与其身后众门生的反应，也不像是装的。因此方才虽然随口说了那么一句话，如今却也不知该如何作答了。见魏无羡犹豫，蓝启仁面色逐渐沉了下来。方才闯入之时，净室之内的情景确实不怎么好看，任谁也不由多想一番。此刻冷静下来，也知方才那想法实在离谱，蓝忘机无论如何也不会金屋藏娇的。金屋藏娇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蓝启仁突然问道。他何时来的？他指的是魏无羡，被问之人乃是蓝忘机。蓝忘机如实回答：方才。方才。蓝启仁嘴角抽搐一番，再问：如何来的？云深不知处有结界庇护，若有外人闯入，结界也应当有反应才对。这时蓝忘机未答，魏无羡抢着说道：掉下来的。蓝启仁与众门生一阵沉默，门生都散了去。此时净室之内唯蓝启仁、蓝忘机与魏无羡三人而已。蓝启仁面色青黑，严肃至极；魏无羡则没了最初的慌乱，此刻还甚是悠闲地打量着净室，随手又戳了戳身旁的蓝忘机，揶揄道：韩光君，这就是你的卧房啊，果真百闻不如一见。一阵沉默。卧房哪里来的百闻不如一见之说？蓝启仁脸色愈发阴沉，努力压下翻白眼的欲望。胡闹！魏无羡从前不怕他，现如今更不可能怕他，笑嘻嘻道：是，我胡闹。眼看着蓝启仁火气越来越大，蓝忘机也不想在此处纠结过久，忙岔开话题：魏婴，你今日为何来此？魏无羡摊手：我也不知啊，方才还在莲花坞睡得好好的，眨眼便到你床上了。蓝忘机道：许是有人施术将你移来此处。魏无羡摇头：莲花坞与云深不知处相去甚远，若真有这么一个术，施展起来定会有不小的动静，而我当时并未察觉异样。蓝忘机点点头。魏无羡于法术之上造诣颇高，他既如是说，那便将此嫌疑排除。蓝启仁看着俩小辈一来一回，总觉得某处怪怪的，正待开口，魏无羡长叹一声，伸了个懒腰，起身。蓝忘机与蓝启仁不明所以。魏无羡转身向方才他降落的那张床榻走去。秋日的晚间渐凉，他不惊动，瘫在上面将被子一卷，冲外面的叔侄二人摆摆手道：夜深了，不如我们明日再说。一阵无语。蓝启仁被气得拂袖而去，净室之内唯剩蓝忘机与魏无羡二人。魏无羡今日实在是累得很了，未能等到蓝启仁离去，便沉沉睡去，徒留蓝忘机一人立于岸边，眼睛巴巴地望向里间，手足无措。许久，蓝忘机才悄声走去，顿了顿，替魏无羡掩好被角，自己则抱了另一床被褥，在侧室铺好歇息。然而掉下来这事非同寻常，从前也未曾听闻过，其规律难寻，几人并未认真对待的后果，便是由着此事再次发生。蓝忘机才闭上眼，忽觉不安，他心念一动，睁眼只见原本纯白的帷幔顶部突现一个魏无羡出来，还未等他抽空想点什么，顶上那人便直直跌落。蓝忘机一惊，连忙去接，好在他臂力惊人，身子一侧，两手一伸便将人接住。亲眼目睹全程，蓝忘机怕魏无羡出事，于是唤道：魏婴。魏无羡翻了个身，随手抢过蓝忘机的被子往身上一裹，咂巴着嘴，没有丝毫要醒的迹象。蓝忘机不顾家规，大了些声音在叫：魏婴。魏无羡发出轻微鼾声。夜巡弟子也来敲门，声音毕恭毕敬：韩光君，李则偏一变。蓝忘机看看身旁熟睡的魏无羡，再望望主事的方向，不知为何心中笃定，若是他在搬去那边，魏无羡定会锲而不舍地再度从天而降。今日对局结果，叔父大人战力品无，心情值负10，疲劳值加10。蓝忘机战力品李则偏乘1，心情值加10。魏无羡战利品韩光君怀抱乘2，韩光君床入乘1，喜得净室居住权，疲劳值负10。魏无羡昨夜睡得沉，第二日4时方过，便准时准点地睁开了眼睛，
望着屋内的摆设发呆。虽说早间起床之时，他脑子不甚清醒，但昨日不知因何缘由掉到云深不知处蓝忘机床上之事，实在是印象深刻到无法忽略，因此倒也记得自己如今应当是睡在寒光君房内才对。